日本危機大爆發，今天要來看到的是包括了現在在日本昨天發生的這一場地震哦，影響了晶片的命脈，另外還包括了中國大陸斷它的稀土等等。高市在這個時候還是不認錯，硬撐下去。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現在持續花8兆軍費要打造國家的軍工廠。日本是不是要走向戰時體制呢？今天的大主題也請觀眾朋友留言來跟我們做互動。如果您認為日本現在面臨經濟還有金融上面的危機大爆發，留言寫1；如果您認為還非常的安全，留言寫2，跟我們一起做互動。這一場來自於日本引爆的國家危機最新消息，要來看到的是在昨天熊本爆發的7.1級的這一場大地震，直接影響的就是半導體的供應鏈受挫。那麼包括了東京威力科創2座的工廠宣布停工之外，在熊本這邊之所以特別的重要，因為很多的半導體大廠也都在這邊，除了有台積電、Sony 之外，還包括了瑞薩電子等等哦。現在在評估說是否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呢？其他受影響的企業還包括了豐田3家的工廠已經暫時先停止作業了，再來就是本田機車的熊本廠也停工。目前這一場意外造成13死亡，數字當然了還在持續的統計當中。另外就是另外一場同樣也是影響半導體供應鏈的中國大陸持續的緊掐對於日本稀土、氦氣等等的這個出口計劃，直接打擊了包括了日本的企業，像是它的日本的科技業、汽車跟軍工產業等等哦。那直接影響的包括了有豐田、日立、三菱重工、信越化學等等這一些知名大廠的核心企業哦。日本現在就算是拆了空調，還有深海要去挖，包括了稀土要做提煉，到現在是無解的。那日本的產業界最新也估計了說，如果中國大陸的稀土持續緊掐的話，再這樣下去，1年恐怕面臨2.6兆日元的損失，這個規模占 GDP 的占比來到了2.3%。除了在產業上面剛剛看到一系列的影響之外，我們現在要來看到日元跟日債目前又面臨了哪一些重大的影響。首先，日債的規模已經達到了1200兆日元了，占 GDP 最高甚至高達250%，長期維持是全球最高的負債國家之一。日元的部分崩跌到163大關，引爆了現在投資人也在失去對於日元日債的信心，是否引發拋售潮？等一下也請委員帶我們看，因為也有專家提到有可能會爆發這樣子的一個事情。市場現在也憂心政府持續的擴大它的支出，尤其高市早苗最近還要降低這個食品稅，是否再增加財政上面的負擔呢？這個也是外界所關心的。面對現在各種的壓力，日本高市早苗怎麼說呢？他說自己沒有應該要去反省的地方，而看到了最新民調，高市的支持率從6月份還有51%，一口氣現在下滑了至少10個百分點，來到了歷史新低，只剩下40%的一個支持度。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委員怎麼看日本的債務危機？另外高市說沒有需要反省的地方。日元跟日債是否引爆拋售潮，也是現在專家所擔心的。政治危機加金融危機的雙重風暴會不會正式引爆？委員怎麼看？當然啊，這個情況非常的不好哦。所以關於這個問題，高市內閣我估計在今年年內就一定會下台了哦。因為高市內閣除了高市自己的表現太過於跳痛哦，那麼不符合日本國民的期待之外，其實高市在最近這段期間全力在推動軍國主義復辟跟抬頭，這也不太符合日本大多數民眾的想法。所以大家可以最近看到日本不管是地方議會也好，或者是日本的民間有各式各樣的抗議抗爭的行動，那更不要講高市自己陷入了一個醜聞當中，而這個政治醜聞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解開哦。所以對日本首相來說，他只要陷入醜聞，幾乎就已經敲響了他的喪鐘了。這個高市內閣要解散只是遲早的問題哦。那至於說日元的狀況更慘，我覺得日元是一個死局啊，就是我看日元的这個局勢幾乎是根本沒有辦法解開的哦。大家知道現在日元之所以會造成這個匯率無量下跌，最主要的第一個原因是因為這個它跟美元之間的利差太大了。現在大家都在做利差交易，日本的基本利率是1%，美國現在的基本利率是3.5%到3.7%，所以你一般的投資者你會怎麼做？你會去日本銀行借日元，因為日本的利率很低嘛，你跟銀行借日元那個利息很低啊。你借了日元之後呢，通通跑去買美金，買完美金之後去存到美國去收那個3.5%
3.5到3.75的利息，你中間賺的利差交易，再拿一點去把利息付掉，你就賺了。現在日元之所以無量下跌，你甚至日本這個央行日銀說出來要來護盤，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它唯一最重要的症結點就在於日本敢不敢升息。好，關鍵問題來了，日本敢嗎？剛才這個思明給大家看到的，日本現在的債務已經到了 GDP 的250%了。通常在我們總體經濟學上，債務只要超過 GDP 的100%，你就是一個債務國。它是250它的欠的債是对，叫邁向260了。你知道它也是2.5倍到2.6倍的狀況了。那關鍵問題來咯，你欠了一屁股的債，那你平常要幹嘛？你要付利息給人家。那因為你現在基本利率很低啊，就1%，所以你現在的那個日本公債的利息不用付這麼多。可是如果你一升息呢，那你一升息，你接下來所有的債務的利息全部都要提高咯。那這個時候你扛得住這個債務嗎？你的利息付得出來嗎？更不要講日本的企業也在跟銀行借錢啊。你現在一升息之後，日本的企業跟銀行借錢借的，大家知道银行借你錢都是浮动利率的，它都是以基準利率用幾倍來這樣算的。所以當基本利率一改的時候，你的浮動利率就跳上來了。那在這種情況之下，日本的企業撐得住嗎？第三，日本是一個完全靠進口的國家，日本基本上沒有任何原物料。現在在這個全世界這麼混亂的局面，特別是在這個能源價格高漲的過程當中，大家看到的那個通貨膨脹的這種壓力，所以日本的企業它進口的原物料的價格就變得更高了。所以原本大家以為說，哎呀，日幣貶值，它的競爭力會變高一點。可是那已經過了一個死亡交叉了，日幣適度的貶值對這個出口的產業有幫助。可是當你貶到太誇張的時候，再面臨到通貨膨脹壓力，再面臨到你這個整個匯率的壓力，你的原物料的價格遠超過了你這個出口之能夠得到的獲利哦。那在這個情況之下，對日本的企業來說，那就是沉重的負擔了。所以光是我剛才講的這3點，我還沒有講一下其他的複雜的因素。光這3點，坦白講，我就已經想不出來到底日幣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出路跟解方了。現在看起來，當時是160，我看現在看170，甚至到180甚至200都是有可能的。那麼跌到什麼時候呢？如果日本現在放手不管哦，我告訴各位，當然跌到某一個時刻還是會停的。跌到什麼時候呢？跌到真的符合供需關係的時候，它就會停下來了。可是那個情況對於整個日本來說，可能就是災難性的結局了。所以現在日元跟日債出問題，專家也就說會不會引爆所謂未來的拋售潮，這個還要再持續的做關注。那另外一方面，日本要擔心的事情，還有就是呢，我們看到在有關於稀土還有它的企業界的影響，因為這場地震再加上中國大陸持續的緊掐稀土，這個雙重打擊，苑老師有怎麼看？這個熊本地震啊，再加上日本的這個產業升級就失敗啊，有原來哈，剛剛我們這個委員講了非常多，我可以大膽的預言呢，日本絕對是完蛋的了啊，因為但是話說回來，如果說要分析針對於地震以及這個產業蕭條的情況下來講，我們有一句老話叫"天作孽猶可為，人作孽不可活"。我們現在講說天發生地震，我剛剛舉這個例子也是台灣也有地震，這個沒有什麼好講。但是的話呢，風雨生人就是風雨生信心啊，大家就會覺得說有地震的話呢，日本應該是能夠撐下去。但是日本的產業為什麼衰敗呢？我舉3個原因啊。日本首先的話呢，第一點就是說，剛剛這個大千已經介紹這個日本的這個匯率的問題，這個情況非常嚴重，我們不多講。然後第2個問題的話呢，就是日本現在的話呢，為什麼沒有稀土？就是高市早苗在去年的11月7號莫名其妙冒出了一句安倍晉三被打死的之前說的話，他說台灣有事啊，搞了大陸話了，非常沒面子啊。大陸講說我平常對待你很好，因為日本的產業之所以厲害的原因，就是自己是造成了環境污染的稀土的產業，它不生產，全部交給這個大陸來生產。然後呢，日本環境很漂亮，又搞觀光啊，又有好產品。那現在沒了，稀土當中日本想了3個對策，第一個用偷的，跑到大連去偷啊，那個富士電機，結果沒偷成被抓到了。然後第2個的話，撿垃圾，從那個舊的冷氣機裡面撿垃圾，撿了不夠用，弄的。然後第3個到海底下那個什麼鳥之島底下，什麼挖了一些爛泥巴以後，什麼現在那個泥巴以後能管什麼用，自己都不知道，自己都講不清楚。所以日本現在這個情況下，
啊，就是說高市早苗的話，唯一的能夠獲得支持的原因，就是把中國看得非常非常的不行啊，要什麼台灣有事的話，日本就要來，讓你來試試看。但是我告訴大家，在這邊我要強調一下，日本每一次遇到國家經濟情況不好，就國家快完蛋的時候，想辦法找一個國家來偷襲。現在日本的話呢，他們的防衛廳廳長小泉進次郎就要開始要鬆綁他們自己的反核3原則，那對大陸來講的話呢，這真的是底線。所以日本的話呢，就是說除了天人他們之外的話呢，日本自己的未來的發展，我覺得日本自己都不曉得該怎麼辦好。我們現在也是感覺上，日本好像突然之間，從原來覺得不錯，現在變成一個非常有麻煩的地方。是，那所以盧院老師也帶我們看到，現在日本除了提出這個反核3原則之外，是不是要往軍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從這當中也有一些跡象。首先，第一個最新消息是外媒特別做的報道，爆料說日本政府正在研究修改制度，接下來要允許國家直接持有部分的国防生產設施，來因應未來如果真的爆發了戰爭，日本可能面臨彈藥不足、供應鏈不足、生產不夠快速的一個問題。第二件事情，日本持續擴大它的国防支出，正式突破8兆，並計劃在2027年讓這個防衛支出達到GDP 的2%，這個支出其實只是在美國跟中國大陸之後的第3個國家了。資金投入的方向是不是也是要往軍國主義的方向去做發展？因為它主要投資在長程飛彈、無人的武器、防空系統、彈藥庫存等等。所以現在日本的問題是一方面面臨在經濟上、金融上面的危機，但是一方面又擴大在軍事上面的支出，要往軍國主義做發展嗎？幹哥怎麼看？在2次大戰爆發以前，雖然大家都很知道石川島部膜重工、川崎重工三菱重工這些都耳熟能詳，當時都是在政府的管制底下的。其實他們的生產跟他們的營運受政府的政策影響很深。那個是在戰爭之前。那現在戰後呢，日本不允許擁有軍隊之後，這些都不存在了。也就是說，這些企業都是各自發展，擁有絕對的自主權。但是你知道為什麼防衛省現在最近提出一個法案，叫做 GOCO 法案，就是什麼？你知道？就是這個政府持有，然後民間營運，要提出這個新法案，就是說以後屬於這些軍工產業都由政府來持有，那這個交給民間去營運。那我心裡就在想，你不可能從日本固有的工業裡面去把這種股份給抽出來，變成國家所擁有，這根本做不到，對不對？那你為什麼防衛廳或防衛省你們會有這樣的想法，會想要說，我把那個這個像這些大型的軍工產業的這個持有變成政府所有，然後交給你們去營運，這就是什麼？你知道？這我給你點破，這就是軍國主義復辟。他就是準備我政府抓回的這些最主要的重工業的生產之後，他將來才能夠隨心所欲的就自己日本政府他自己本身他就可以進行擴張，或是進行什麼，進行海外部署，甚至可以拿回軍工業的生產主導權，可以開始外銷，這些通通都是在長遠的算計裡面。所以你說你現在你看看他們最主要的，他就是說將來你看我們長程巡弋飛彈高超音速飛彈以及無人機的沿岸系統這些都耗資巨大那這些耗資巨大就影響到日本將來的防衛白皮書，它到底應該要怎麼做？而且這裡面雖然利益不是最主要的考量，最主要的考量還是國家能不能夠掌控。你說三菱重工，你現在每年你要生產多少戰機，生產多少的引擎，這些東西老實講一句，都不是國家能夠控制的。所以我要把它拿回來。將來一旦有事，什麼有事？太平洋有事了，或者是北方四島有事了，或者是我要抵抗這個俄羅斯軍隊的入侵了，那我們政府自己本身就有馬上擴充產品設備的生產速度，比如說愛國者飛彈比如說這個日本自衛隊的
火炮、戰車等等。所以大家就曉得說，日本這種態勢啊，2027年的預算呢，國防預算已經到了9兆日元了，你就曉得說，這是以前從來沒有的現象。我們現在正在密切關注這樣的現象，將來有一天你就會知道說，原來這個 GOCO 也就是政府持有、民間營運這樣的措施，從以後的事態發展就可以看出，當初就是像我們今天在講的，原來如此，日本政府它是不是逐漸走向了軍國主義的道路上？好，謝謝幹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